那别人要怎么看到我们这个啊？就是你频道。现在其实别人已经看到了，对，就是如果有人进来的话，就可以看到了。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 YouTube 直播。今天呢，我们找到了 Richard 强啊，或者叫 Open 强，然后我们今天要去聊一下，AI 六小龙里的第一个倒下的到底是不是李开复的零一万物？因为我知道你现在已经离开了，对，我还记得我们最早的时候去零一万物做节目，做完了以后呢，然后你发现这个我的节目下面有很多人在骂。然后你那个时候好紧张，说：“哎呀，怎么有人在骂？”我说：“这个很正常嘛，我们去做自媒体，有人骂不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我也能够理解，就是你当时毕竟是在那边上班嘛，所以会有很多的包袱。但是现在没有包袱了，对，你已经离开了。那么我们来聊一下，第一个就是你的现状啊。当然，首先可能还是要请你向我的观众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呀，好呀，感谢这个老范啊，就是首先啊，我叫 Richard， 那当然这个Open 强是我起的一个 YouTube 账号啦，所以这个最近一直都没更，我是年更型的，就一年只更一两次那种的。好，那我其实一直在做跟开源还有开发者关系相关的一些事情。我是在2023年，也就是前年的时候加入到零一万物的。在那之前呢，也有像在华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厂商的经历，包含也搞社区。我跟老范其实是最早在这个自由开源软件社区当中就是认识的。那时候我加入了上海 Linux User Group 啊等等的，反正早期老范也是搞这个开发者关系嘛，对吧？所以就是算是非常非常早的前辈了，就是在中国最早搞开发者关系就是老范了。对，那我是后来算是加入大概13、14年来到大陆哈，那我是台北人，所以呢，我简单说一下，我去年加入零一万物的时候，是因为我看到大模型这样子起来，那我觉得这个技术还有这样的产业不能够掉队，或者说我自己觉得我想上一艘船吧，我管那艘船怎么样，我先上了再说。所以其实并且呢，我没有老范这么专业，他都走到我前面啊，搞这个 YouTube 自媒体啊，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也心里很颠，想说，哎呀，那怎么上来一堆人在骂什么的？老范一直安慰我说没关系什么的，就是骂就对了，没有骂还没人看，对吧？所以对，总之就是今天这个分享了，当然还是以老范这边来问我为主。那如果各位这个听故事的这个这个听友啊，就是也可以问，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去问，我想我们都能看到。你的视频没有了，为什么呢？哎，视频没有了，等我一下，我看一下啊。你看一下你的连线，对，哎，好了，回来了。不过我知道了，是我的那个 Pocket 3出问题了，所以我那个 Pocket 3好像，你看我现在连到的是我的那个嘛，就是那算就这个吧，咱们就这么说吧。这样对，还好，那我电脑双对投出了。OK，那么你现在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这样子的，我在12月的时候正式离开了零一万物啊，12月的时候，所以现在是一个怎么讲，休息中待业中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从一个公司离开呢，我通常都不是说先一定找好下家再去。像我离开华为到去零一万物这之间大概有隔半年的时间，然后我会觉得想看看产业的一个情况啊，朋友们或者是这些老板们在关注什么，然后我才有机会找到下家嘛。然后最近其实也在思考，在这不知道多久的 gap 当中，我是不是能做点事？对，所以其实也在思考我要如何去 leverage， 就是这一些可能中国的开发者社区这一些成员，甚至不管是国内的产业或海外的产业，能不能把大家对齐？因为现在海外的产业其实蹭在往上走，但中国始终是怎么讲很收紧的，所以我在觉得说，如果海外有机会，中国又有过剩的这个，或者对吧？大家这个一直对未来不看好，这个或许可以串起来。所以最近在思考这件事啊。当然今天不多说这一块啊。对 ，OK，那么你的状态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如果谁家再去做大模型或者需要做开发者关系的话，可以去找 Richard 去沟通一下，然后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合作吧。那么这个我们现在想了解一下，比如说李开复的零一万物现在到底是在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简单说啦，其实因为我是在11月下旬的时候，跟公司在沟通，
就是说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就是部门发生变化，然后12月的时候正式离开嘛，所以我其实前几天你知道我离开是因为我也发朋友圈官宣了嘛，它恰好真的是非常恰好，因为我是12月6号，正式离职，我当时想的是我过1个月。我不想那么早讲，我过1个月再正式在我朋友圈去说，没想到你去看1月6号那天，小户就在这个就在这个 Twitter 上，对吧？就说他当时说的就3句话，对吧？也是一个谣传啦。第一句话就是说那个0115是不是那个要倒了，或者要完了，反正我记得他第一句话的。第二句话是说要散伙了，第3句话是说卡跟人要卖给阿里了。就我记得他就讲了3句话，然后那时候呢，我正在写，就是我其实就快写好，我正在写我离开01的那个我自己的朋友圈，你知道吗？我看到就觉得说 what the fuck 这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就想好边写我就边看嘛，没想到过没几分钟，真的那是开复本人，就是过没几分钟开复直接上来就回说你这个就是谣言啊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哇靠他怎么办到的？就是一下就能看到这个事情，然后所以其实我是很清楚01的情况，只是我今天完全不是代表什么公司，因为我已经离开了。但是呢，公司的这些老同事们还在的，包含开复是我老领导，我其实也会讲得很公允，就是我讲的一定是事实。但是呢，而且我也不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是该被伤害的。就坦白说，我还是有一定的情感。待会再说我怎么离开的啊。那为什么开复说那是谣言？首先大家要去看什么叫做倒掉，对吧？在我的理解里我当时敢加入0115其实是有一个想法的。我曾经也加入到别的 startup， 然后后来这个别的 startup 算是不好的收场嘛，你甚至可以理解为倒掉，对吧？这个你肯定知道我讲啥，对吧？所以就是这个我后来加入 startup 的原则就是这个 startup 好歹要是个正规的是个正规的，然后呢，就算他做了一些调整，就算他比如说裁员或者是干嘛的，他也是按照合规的方式。所以呢，至少我离开0115之前，虽然说这个新闻是因为小户把它爆起来，里面后来呢，开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像预训练团队、AI infra 团队，确实第一点是跟阿里先合作，第二点是基本上可能会用某种方式把它切过去，也就是说呢，保全了这个团队他的这些人的战斗力，也不要让他说如果说我一说什么你们不行了，那就散掉了，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在我看来，虽然开复一些改了一些策略，但是呢，并没有说我就不管了，就让他散了，团队散了倒掉，这完全讲的是不一样。像我个人我也讲我个人吧，就是我也理解到公司组织要调整之后，我就好好跟我当时领导谈嘛。那其实我谈得很顺因为说白一点是我在那之前我就有预感，就是为什么谈得顺，我有预感说可能公司接下来不做开源，也不做开发者生态。那我这支团队人也不多，那不做开源不做开发者生态要干嘛嘛？要么就是内部转岗要么就是说人直接 release。所以公司也很合规就说那你要转岗了，你就可以跟其他团队谈嘛。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公司要 release 你，我就正常的按照 N+1 按照劳动法的一些方式去给。所以呢，公司确实做了很大调整，也只留下来那些利基或者是就是比较能赚到钱的，比如说 to C 产品、to B 解决方案，这些都是公司现在留下来。而且这个我觉得开复讲很清楚，我当时其实也这样认知，就是我的团队被 release， 我当时一点不意外，因为我觉得还有很多呢。就当时我其实还不知道 infra， 不知道那个预训练，我知道我是第一枪。然后我们某些海外的团队其实也有遇到同一期啦，就我们是第一批，就开源团队还有海外团队可能就是先 release 这样子。所以海外团队也都干掉了。我只能说啦，就是海外团，因为我这个是不知道是不是说多了但反正就是我们海外也有一些同事啦，然后其实也有一些 release， 也有一些调整，当然也有保留一些下来啦。但是我只能说就是有第一批就是动到我跟这个同一期的时候，其实是部分海外的OK， 这个很神奇，这个是我没想到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李开复自己作为一个，他应该现在还是一个台湾身份是吧？他是他是台湾身份，他还是一个台湾身份，他应该是利用好这种内外一起的这种机会，而不是说想办法去跟国内这些团队去卷国内 to C to B 的这个事情。我这么说吧，
海外团队呢，其实分成什么？你往往是说，哎，你做可能科研的，或者做开发训练的，或者是做这个解决方案交付SA 的。你海外当然还有客户啊，你客户不能没有客户经理，没有这个人去交付嘛。OK，对，所以其实呢，也是那个逻辑，就是说海外如果他的逻辑是搞，比如说搞可能就像我搞开源的，或者是说搞可能预训练的，可能搞这一些 AI infra 的，他其实是从类型嘛，这个类型的人他可能就这个阶段，所以海外有这个类型的人也会 release， 但海外不是这个类型，他真的是做 to C 产品的 to B 产品，因为我都认识啊，都同事，当然也有留下来的，所以我才说有部分是随着我刚刚讲的那个逻辑去处理的啦。了解，了解。那么下一个问题这样啊，就是01万物走到现在这个状态，它是因为把钱花完了吗？因为我记得是在去年11月、12月的时候还官宣过，说01万物又拿到了一大笔融资。你等我一下，我想一下，这是不是说我现在其实正在发朋友圈，就是想说让大家赶快上来看，所以各位直播的朋友不好意思，因为我的朋友还没看到。对，我说老范讲故事，请大家有空欢迎马上正在直播中，我就这样讲。对，正在直播中，对。好，我不好意思没办法发连接了，但是呢，我相信大家 YouTube 很容易找到了。对，是啊。这个李开复是不是把钱花完了？因为我记得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官宣了一笔融资，应该还是很大的一笔融资。是有一笔，具体的数额其实我并不完全清楚就我并不完全清楚，大概就是几个亿美金吧，我大概理解是这样的一个范围。对，所以很大吗？我觉得这也没有到很，你懂吗？就是你面对比如说这个最近的，比如说这个小则这个就是比如说借阅星辰，大则就是智谱，或者之前更大的 Kimi，其实我觉得之前融的那笔也没有大到什么让我觉得很大了，尤其 Kimi 那种才叫大嘛，对吧？所以我的理解是01一直在融资方面是非常的谨慎去 PR， 就是说呢，我从公开的信息其实并没有真的看到他说具体的数字，他跟很多公司这一点很不一样。坦白说，这个就是老板层面的决策，我只是员工嘛，对，所以就是我并不清楚为什么在融资的额度什么的就不讲得很清楚。但是我要讲这个是很正常的，一般都不会讲特别清楚，就是包括像 Kimi 什么的，他们也会是说一个数亿或者多少的一个，不会讲一个特别具体的数字。但是最近投融资都是这样。对，最近智谱跟接阅星辰是讲的直接就数字，就是讲得非常清楚啊。一个是这个其实是一个策略，就是为了提振一些信心，因为就是01这一次呢，虽然你不定义它为倒下，但是其实也差不太多了。这个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其实是有伤害的。我这么说吧，其实从公司存在的角度来讲，它绝对是存在的，它没有真的倒下。但是从它的业务的角度来看，就是它确实做了一些选择，而这个选择其实是为了要让01持续的存续。这是我作为一个也曾经是核心员工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了解。我这么讲，钱的问题是这样子当时确实融到这笔钱之后。当然每一次我们经常都会有跟开复还有全员高管的一些那种全员会嘛，他其实就讲过说，我们融到了一笔可以烧非常久的一个钱，当时就是在公司内部就已经这样说了，我们也相信它能烧非常久，但是烧这个词本身代表的就是它不是正循环，就是说它总有烧完的一天，所以我认为开复是一个怎么讲？他曾经也在我们内部说过一句话了，所以虽然他没有授权我对外说，但我觉得这个话听起来没有什么毛病他说这是我人生最后一站，历经了这个微软，对吧？或者之前的苹果、微软、谷歌，然后一路呢再到创新工厂，一路再到他生病，然后又复出，然后他又是卡内基梅隆的 AI 的博士。你想嘛，他在他人生62岁这一年遇到了这个大浪潮，他能不心动吗？他能够觉得不入局？就很多可能外界某些人会说你是不是年纪过大了，或者是怎么样的？其实人嘛，就是如果他都这个阶段的人了，也是一定财富自由了，他还想做一些事情，我还是很钦佩他的。要是我是62岁，我有他那么有钱，我早就躺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
所以他当时就说01绝对不可能倒下，这是一个点。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我看来，就是所以我刚刚讲说01是正规公司，它绝对不可能倒下，但是它可能会改变它的一些内容，包含它的几次主要受媒体采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能看到它的思路的改变。不过我必须从我自己的角度去做一个真正的背书啊，就是开复在媒体面前讲的跟在我们内部讲的是 match 的，是能对齐的。就是他并不像有些人说啊，外面就我忽悠媒体啦怎么样了，他是一个很表里如一，包含这次晚点啊，这个什么那个智能什么那个他的那个采访，我就觉得讲的跟我们之前理解完全一致，所以我还是很钦佩他，就是这个时间点哈，他做这样的决定以及讲这样的话，确实如你所说的，对大模型行业来讲，或许是敲了一个警钟吧。你就算不是倒下，也是敲了一个警钟，对吧？按你的话来讲，那我觉得警钟或者是那个铃铛总要有老鼠去抓嘛，对吧？就是你，因为大模型行业其实跟普通行业还是有差别的，因为从最上面的 OpenAI 到 Anthropic 到 xAI， 然后再到这个国内的像什么 Kimi 啊，所有的其实大家都在烧钱，没有任何一个盈利的。对，你像那个 OpenAI 的山姆奥特曼也在出去演讲的时候说怎么挣钱的事情你们甭管，我想办法去融钱就完了，我融完了以后回来接着烧，对吧？但是现在像李开复就属于选择了一个说我不愿意再继续烧下去了，我要现在开始盈利了，这个或者说我想去选择另外一条路，这个就显得很奇怪这个过程。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你想想看啊，01万物只是一种大模型公司，它是属于就是所谓的六小虎这一种就是 startup 嘛，它跟很多第一点，它跟 OpenAI 不能比，因为 OpenAI 是始祖，是领头羊，它是整个行业，就是如果 OpenAI 真没了就没戏了，对吧？但是01万物是它其实是一个整个 thread 上的一个 follower， 你想它在整个六小虎当中其实是第5家发模型，对吧？而且呢，作为一个比较轻量的。再怎么说哈，它融的资虽然多，但是它在大模型的这个 startup 当中算是轻量。在这个轻量的大模型的公司当中，它其实财务压力一定也会比别人大。然后，并且呢，它不像所谓的你说北质朴南接越，或者是你应该听过这样的一个词嘛，就是它背后可能有政府撑腰。那以当前的情况来讲，01早期还是阿里云领头的嘛，这个公开信息大家都知道。它并不是一个战队说，但阿里云谁都投啊，对，又不是说阿里云全投票，对，全投嘛，所以只能说在这样的一个当前的关口，我觉得01做这样的事情是符合他自己的一个的战略转向跟利益，但是他可能会让行业里面的人去怎么讲就是怀疑说这个行当是不是不行了？就我只能说，我只能说每一家公司都是为了自己最大利益来做啦，所以我个人确实觉得你别说大模型这个行当不行了，你说中国 IT 软件业在2025年就行了嘛，对吧？就是说这个其实在我看来这是整个大的市场都有一些问题啊。了解了解。那么咱们就讲回到这个01万物的这个预训练团队和他这个卡，对吧？就是原来这些卡是李开复自己买的吗？首先哈，01万物自己没有卡，自己都是那个阿里云给的代金券。早期我们有出过火山的卡啦，就是说所以为什么有人说小户说这个东西也不够精准就是因为呢早期阿里投我们的时候，他不会只投真金白银，他当然会连着这个代金券一起投嘛，也就绑定说投给你的钱，其实你最后就买我阿里云上的 GPU 不就回来了嘛，对吧？这有点像微软云跟 OpenAI， 微软投 OpenAI 也是这么个路子，对，所以其实首先我们都是代金券啊，那你说代金券怎么退回或者怎么样，这我真的不知道哈，就完全不了解这一块，但是它是个代金券，它不是卡啊。然后再来呢，可能01万物之前也有跟海外的合作公司去租或者是建一些卡，但是坦白说那不是我们的主力，就是说当时可能也有一些原因啦，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卡方面的一些，所以那么所谓的你要老老实实的用笔记本摄像头吧，好吧？那么所谓的01万物的大模型预训练团队，实际上核心是人和数据了。
其实核心的 assets 卡当然是就是所谓的卡的这个 asset 还是很重要，因为你有够多的卡，你才能够去做更大规模的一个训练，所以这其实可以理解为01万物放弃训练超大参数规模的基座模型，这是我的解读，这不是说我看到哪报告，就是我自己感觉就是说，你主力的这么多的卡，如果说最后没了。但是01还是可以做什么？基于客户的需求，在不同的垂直领域场景去训该场景的一个解决方案或模型嘛，这还是可以做的。微调什么的，对吧？开源的模型也好，基于之前的的已经训过的模型也好，都可以办得到啊。所以第一点还是资源。那人的话，人当然是很重要的资源，但你要想，你去训一个从0到1，把一个基座模型给训出来。所需要的人，还有 knowledge， 还有经验，跟你去拿一个已经有的模型，再去做 fine tune， 再去做 post train，这个需要的 knowledge 是不一样的。第二点是，这个 knowledge 也在贬值当中。以前就是觉得全球就有这几支团队会，现在会的人越来越多了，对吧？就是这个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对吧？所以快速的在扩散。对，所以其实做这些调整，我是能理解，在成本上是会有一些优势。你成本下来，你奔瑞低了，你当然就活得更久，活得更久就对吧？变则通嘛，你就是变了之后，你可能商业模式就走通了，通了之后就活了嘛。所以我一直觉得，现在不变才会死啊。那么现在这个就是做预训练的团队是已经去阿里那边上班了。不知道这个我其实我离职之后就没有特别去问同事，但是我只知道应该从这点是因为开复的采访也证实了我听到的一些传言，也就是说呢，我其实跟小户一样，我们都是听传言的人，只是我离传言近一点，因为我是直接1度关系，我很多同事还在里面嘛，我们都很熟，所以我可以直接去考证，但毕竟我不是自媒体，所以我并没有花心思去考证说你们什么时候怎么样，我只可能跟1、2位同事说，哎，你们是不是要切了？他们可能就回说是。你看我们的对话可能就是用文字，可能就长这样。OK， 了解，所以他说是已经切了吗？还是确认会切了？还是什么时候切？我没有问。对，所以就是我得到的答案就是是嘛。那我也没多问，所以我只能说到那么多。有没有已经切了我不知道啊。是。那按照我的理解，我总结一下，就是等于原来阿里投给01万物的就是很多的 GPU 的代金券，现在等于这些代金券呢回到阿里手里面去了，然后阿里继续拿这个代金券去训练新的模型，然后呢，这个01万物的这个预训练团队呢，至少是其中有一部分人现在已经开始在阿里安排的这个任务下面去工作了。至于说他的这个人力关系，或者说他的这个劳务合同是不是转到阿里了，这个就不好确定了。对，但是我只能说，团队转过去确实有好处啦，因为你想哈，他再怎么说也是中国的一支公司的一支劲旅，这一支劲旅呢，如果你说啊，我们就打散了，然后各自去找工作，太可惜了。他们本来是有战斗力的，所以应该是成建制的，对吧？如果能转到其他公司，我觉得这很好啊。了解，但我也有听说，现在像字节呀什么也在很努力的挖你们的人。字节从我前同事文浩过去的这个时候，就已经是一直很努力的，而且不是很努力挖01的，是很努力撬很努力挖所有的，对所有人。字节一直是这样的。对，了解，那么你觉得这个有没有可能是阿里在一开始投资01的时候就签了有这样的条款？这个我没看过条款，我不知道，给我2秒钟。因为我以前做投资的嘛，所以我们以前在投这种项目的时候，一般会埋这种坑在里面，就是我投资你，然后万一你玩不下去的话，哪些人要回到我这里来上班，然后哪些资源要如何，像我以前做投资的时候，都会在那个投资协议里面去埋这种坑的。我相信啊，我们所有协议哈都有非常专业的法务看过。你想嘛，开复他是创新工厂的董事长，不，这个其实没有用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给钱的人如果要在里面去埋一些坑的话，这个下面人一般会认的，就是会接受这个事情，因为他要给钱，拿这笔钱嘛。那么其实我觉得
01现在的这个状态的话，是可以让我们去想象一个事情，就是阿里可能跟这些6小虎签的协议里头都会有类似的条款。这个如果你前面的假设是成立的，他投谁都这样嘛，甚至不是6小虎，他所有的投资都是这样。他投了很多，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以前投资的时候也是会，比如说我们最近要去投 AI 了，然后我会做一个格式模板在里面，必须要有哪些条款，然后这种条款的话，就是其他条款投资经理可以去谈，那么这种核心条款要想去修改的话，必须要老大去批，就是一定是要有的东西，所以我估计阿里投的所有 AI 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团队应该都有类似的条款。那么如果谁玩不下去的话，那么阿里应该是稳赚不赔，这一次是。哎，这个就看谁赚了。阿里云的话也未必赚，因为你想嘛，那些钱，对吧？那些钱能够全部换成卡嘛？就是说，它卡的 return 还是一部分的，它主要是它还是希望最后这些公司能够真的赚到钱嘛。这个肯定是，就是投资一定是希望说公司长大，然后如何，但是如果实在长不大的话，那么最后我能够保证这个损失最小，对吧？然后第一个肥水不流外人田，我花的钱出去都回来买我的算力了。然后第二个，万一你们玩不下去的话，最核心的资产实际上是人嘛，然后人还是归我的。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合理的一种假设。对，是。那你觉得像01万物的未来会怎么样？首先呢，01仍然在一个要持续去融资的一个阶段，这是很清楚的，不止01，所有大模型公司都是这样。即便01可能已经不做超大的这一个大参数的大模型了，但是呢，还是有很多领域的或者小模型，确实在商业上甚至更吃香。大家都晓得哈，就老范的观众肯定也晓得，一个模型越大，它的推理成本就越高。我要去部署它，我要去推理它，一样卖 token。现在很多人说什么 token 就变得是这个很便宜，但是呢，为什么 OpenAI 的 token 还是比较贵，还是有人买？因为它比较贵，是成本比较高嘛。可是有人买是为什么？因为它的通用性很强嘛。可是，在行业里面，最终一定不会买类似 OpenAI 这种超大又有点贵的，他一定是买针对我这个行当去设计的，甚至能够私有部署，不一定是调 API 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所以这样的方案，你可能说，哎，这个不是很多企业正在做嘛？但是我觉得哈，就是01之前是它基于它只训大模型，所以它不做这一块。而很多你所谓的企业能做，其实他们的能力还有他们的理解，对于大模型技术就有 gap， 这之间是空的。就在我看来哈，我们当时其实很想找什么呢？很想找到有这方面的能力的人，成为我们01的合作伙伴，然后由他切入行业去交付。因为比如说以华为或者百度这些企业都是这样子，华为不可能千行百业都做，可他会跟千行百业的 ISV 合作。然后呢，这 ISV 呢能够用好华为的各种东西去卖给他的客户，然后华为会把品牌抬出来跟这个 ISV 一起去打客户，这样子是非常 work 的，在中国的 to B 市场。但是呢，智谱为什么没有真的做起来？就是因为呢，智谱找了一大堆项目，然后呢一个一个想去交付，但是又没有一个在我外人看来，因为我毕竟是个外人，所以不是说要骂他，而是说就是我就看不出个端倪，而且呢，我有一些朋友在里面干了，纷纷后来也都去字节了，对，就是说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积累，而01如果要干这件事情，从我之前的感受来看，他肯定还是会在某几个选定的垂直范围内去搞这些事情，作为一个切口，一定要把行业切深，否则如果你不把行业切深，你跟比如说智谱，或者是甚至太多不如智谱、不如01的这些 ISV， 他们根本做不起来。01之前想找这个 ISV 找不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智谱累，为什么 Minimax 累，因为这几家公司都找不到像样的 ISV 去交付，它无法作为那个核心的底座，然后让别人去弄，就是华为模式都走不了。所以现在我觉得01是把自己刚好卡进的刚刚的那个 gap， 就是 ISV 也干不了，然后真正的基座大模型公司基于它的 margin， 基于它的成本，它不愿意干，卡在中间是有市场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步是填补。这个是你的，我觉得还是对01还是有爱的。不是有爱，就我的假设是，如果01是真正还在
绝路逢生，还在找路的话，我是他，我肯定这样想。所以并不是说爱不爱，而是这个，因为我跟你讲，今天台面上任何人做的任何傻逼的事情，你觉得他傻逼，是因为我们对于一些背景可能不太了解，就是了解之后，有可能我也变成傻逼了。所以我只能说我们的观点可能不太一样。这样啊，就是我们举一个可以跟01很好对比的案例，就是 Character AI。Character AI 呢，其实前一段时间突然就传出来说，谷歌给了点钱，然后呢，把这个核心的创始团队拎回去这个谷歌去了。然后呢 ，Character AI 以后就没有自己的模型了，然后在这个别人的模型基础上，再进行一个上层建筑的这个搭建和开发。然后一旦走到这一步以后的话，它实际上就离开第一梯队了。离开第一梯队呢，你就没法按照第一梯队的估值逻辑再去融资了。你再去融资，你就要去按照这个做工具、做这个 SI、做这样的这个逻辑去融资。那么它整个的这个状态就不一样了。而且你可能原来你去做大模型训练的话，你可以慢慢的去烧钱、去赔钱，但是你一旦说我退了半步的话，你就必须马上盈利。哎，我觉得你说的很对，而且呢，Character AI 之前也不是只有你，我们在其他的饭局什么聊天，也有人提到这个模式，觉得现在01的这个情况可以很好的去对比，就是我们其实事前没有对过，但老范一讲就哎懂行了，就真的是我只能说啦，就算这个就是我不知道的事了，就算01因为变成了类似这个模式，导致它原来的 valuation 降了，因为你做一个基座大模型，跟作为那样的我刚刚讲的往上一层的公司，它当然 valuation 不一样。就算它 valuation 降了，它还在，它还可能找得到下一轮，只要前面那几轮的融资就是认说 valuation 暂时降下来，对吧？如果前面的投资人还是想出场，还是可以认啊，不是不能认嘛，只是要看怎么谈，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我是做投资的，就是你一旦你的估值下降了的话，你会面临一个叫反稀释条款的处罚，那个是非常恐怖的。就是投资人不会说我喜欢李开复这个事儿你就可以了，这个条款都是写死的，就是所有投资协议里边都是有反稀释条款的。你下面一轮如果估值下降的话，那这个公司会非常麻烦的，所以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哎呀，那只能前进。如果前进到大家看的前一步就是悬崖，不能转弯的话，这也是，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对于阿里来说，或者这种大厂在后面愿意投钱的人来说的话，他其实更希望看到所有人都冲下悬崖，然后剩下一个，而不希望看到有些人在中间掉头回来说：“哎，我在这里不动了。”这个其实对于整个行业是没有好处的。是啦，就是垄断有时候是某些行业天然会产生的结果。是。包括像我们以前也去投资很多这种叫独立游戏公司啊，或者投资一些这种就是做一些比较小众事情的公司。其实我们不希望看到他说，哎，我挣到一点小钱，我停在这里不动了。我们宁肯看着他悲壮的去死，然后死掉了以后，没准在整个行业里头，就是在这个赛道里面就会有一个跑出来，或者两个跑出来，那就说明我整个赛道赌赢了。明白。对，就这个时候其实挺悲壮的，就是说。从行业投资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每一个去死的这个团队其实是大家希望看到的，就是而对于这个比如说这个公司自己的老板来说，他希望自己的公司活下去，这个事情其实跟整个行业大势是相违背的。对，这个非常非常的残酷，这个事情。是对，那么01的事情，比如说到这里。那么国内大模型公司的竞争态势，因为你也是刚溜出来嘛，然后给我们可以稍微的分析一下，比如说大厂的这个大模型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首先哈，大厂那几家，比如说现在经常被提的是字节嘛，字节其实虽然它在大厂当中不算先发的，大家都知道最先发的是百度、文心一言嘛。就是最早的时候就是百度把自己活成了个笑话嘛，哎，没人 care 它是个笑话，就是大家只 care 这东西行不行嘛？就是其实最早的时候，因为百度它毕竟做搜索引擎，它有很多 C 端的客户，所以说它自然去出文心一言。我还真有认识的人，就最早的时候去买单，我问他说为什么买，因为他不是大模型圈子吧，他就说
我就听过这个，然后我觉得大模型这个东西值得，但是这样的人太少，他觉得值得花钱嘛，但这样太少。那接着呢，就是所以百度算是刷过一轮，然后我当时不是在华为嘛，就23年初嘛，所以华为那时候有个盘古大模型嘛，那直到今天这个盘古大模型的能力跟可用程度我都不知道，至少当时我在里面的时候，我就是觉得那东西那个能力太不行，真的就是太烂了，所以我那还比较早嘛。对，那时候比较早啦，对，所以我就觉得太差了。然后当时让我负责盘古大模型的生态，我说我去这种东西我怎么推得动，就离职了，你知道吗？对，然后再来是字节，其实字节哈，我一直觉得字节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大模型逻辑自洽的一个公司。原因很简单，就是今天我认为所有的大模型要能够换成钱，这件事情并不是人家所谓的 AI native。AI 原生，现在 AI native 叫做 AI 加 X 嘛 ，X 是 something，就是，但是我认为现在很多在赚钱是 X 加 AI，就是你原来有个业务，你这个业务把 AI 加上去，如虎添翼，效能提升。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那个什么测心理、测紫微斗数的，对吧？测这种东西本来就有很多的人因为信这些东西去下这个 APP 来用，它里面再加上 AI 能力，就真的是如虎添翼，对吧？你会继续用测，而且用得更好。我只举个例子，我跟他们也没什么关系，我刚好想到他。没关系，或者以前我在 AI 1.0时代就还没大模型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用一款叫做形色，形形色色的形色，它是一款识别植物花草的个 APP。我就拿着相机一点，然后我拍任何的草，因为我也看不懂那些草，他就告诉我它是什么草、什么花，然后它的故事，然后它怎么种，对吧？那款 APP 在美国卖的特别好，因为美国大家都有庭院。但是大家想了解植物，对，所以那一款是中国人做的 APP， 出海当中早期非常赚钱的。但是一样，我们中国人只要赚钱就是闷声发大财，就没有人就是自己也不出来说他赚钱啊，他不需要，但我知道他很赚钱，对，所以就是像这种 APP， 它加上了 AI 2.0，也就是 LLM 或者是多模态的这些能力，它就能更加强化它原来那个市场给它的钱。所以呢，你要说 To C 市场打不开，其实不是打不开，是 To C 本身的 PMF 没有被验证。只要 To C 的 PMF 已经在现在的移动互联网的厂商早验证完了，就是说你在移动互联网上的 PMF 交互模式早就被验证了，怎么轮得到你大模型公司呢？所以是这些已经有是没有找到新的场景，其实大模型是没有新场景的。对，所以呢，字节就是验证完了，对吧？他早期对吧，搞这一些什么这个头条，后来对吧，这些那个抖音啊什么的，还有飞书啊，他就在这条路上，我觉得是走得很扎实的，不管 to B 还 to C。所以呢，我觉得他都验证完了现有模式，他直接拿大模型就降本提效了，而且对他公司内部这是有用的啊。所以这个是我认为字节是一个很重要可以去观察的一个对象。是。因为你看现在腾讯其实它那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声音很小。百度呢基本上把自己活成了个笑话。阿里呢其实前一段时间还是挺强的。阿里的千问特别到 2.5， 其实在 DeepSeek 出来之前，效果还是在国内算是能打的。但是而且你就看字节跟阿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阿里就属于是我把所有的大模型公司投一遍。投完了以后呢，这个都到我这儿来用。我记得原来阿里还讲说，全中国有1半以上的大模型是跑在阿里云上的。那原因就是这1半以上都是他投的呗，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然后字节就是我反正自己有钱，我也不投，然后拼了命买卡，去买20万张卡，对吧？然后呢，自己玩了命的全世界去挖人，挖了人以后，然后自己把这个产品往上堆，从这个豆包、扣子，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集梦，然后剪映，等于把所有的这个权限就生生的往上堆，它等于走的这样一条路。对，你觉得这2条路里面，阿里最后能走出来吗？我这么说哈，其实我这些大厂当中，我又是讲到我个人啊，这不代表什么行业或认知，我个人真的是对阿里非常的钦佩我很钦佩。什么原因呢？第一点，在拉玛出来之后 ，OK， 拉玛是第一个敲一个钟说我们大模型也可以搞开源。
在它之前没有人说大模型是开源的，且我想象不到谁会把一个花了几百几千万训练出来的东西就开出来。好，他做了之后呢，中国也有几家公司开始仿效嘛，那不管是智谱对吧，或者相关的，但是阿里是真正把全家桶给开出来了。它从很小的模型到很大的模型一系列，基本上是战略型开源。什么叫战略型开源？就是我开到你不会不相信我对开源的定力。这件事情，不管是智谱也好，百川也好，或后来01开源也好，像最近也有好几家都在开源，我都没有深切的感觉到那个有开源定力，只有阿里做到了，还有 DeepSeek 就这2家。对。但我刚才在讲大厂嘛，所以先讲阿里。第一点，阿里把这个事情做好了，那当然很多人会去议论，很多人去议论说，那阿里做这个事情到底咋回事？原来有人就会说啊，从大的方向来看，他这样做对阿里云的销售有帮助，云。但是坦白说，因为我们行内的人都很熟，我跟阿里的这个通义千问的负责人，还有里面的一些工作的小伙伴也都很熟，私下了解到，其实呢这条路是趟出来的，就是呢，一步，阿里为了或者说通义千问团队吧，当然我不是代表他们发言哈，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就是通义千问团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希望自己在内在外都能站稳脚步，让他们发觉开源是一套能够让他们团队持续往前走很重要的一个策略。所以其实坦白说，我觉得并不是一开始有个顶层设计，因为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想说这个是个大规划，什么顶层设计，不是，它都是趟出来的啊。然后趟出来之后，现在很受这个重视嘛，所以我觉得阿里我很敬佩啦，但是只能说，通义千问怎么商业化，我不知道，甚至通义叉叉，现在不是有所谓的通义8子嘛？通义有好几个，通义0码啊，通义，我说不清楚，但是这些。所以现在阿里这个，其实你从模型的角度上看吧，你基本上可以看到每一次拉玛更新了，然后阿里可能就会在未来的1到2个月里头推新版本出来。咱们不管中间是有什么样的联系了，但是阿里确实是说，我肯定要跟得上这个条路。就是现在其实在国内能跟得上的大概也只有阿里了。但是呢，从阿里商业化这条路上说也是很痛苦，因为最近在传说整个的千问团队并给了夸克。这个不了解，我不了解。对，因为他现在就这个其实是这样，就是大家也在看说我到底应该如何获取 C 端流量，对吧？这个里面比如腾讯跟这个百度和字节呢算是有一定的先天优势，它等于自己原来就有大量的 C 端流量。但是从阿里角度上说呢，你做这个通义千问的 APP 实际上是没有人下的，就是它的用户量非常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那么现在说，我们是不是做这个搜索引擎，对吧？是不是会有人用？后来说干脆我们去做浏览器，因为夸克实际上是智能搜索引擎和智能浏览器，里头还加上夸克网盘，加上这一大堆乱七八糟东西，说我们整了一个这样大而全的东西，然后让你把这个通义千问放进去，那么以后可能千问团队就不会有自己的 APP 了，就是他们等于大家都需要去思考说，我这个初始流量到底怎么来？因为像 Kimi 我知道它是花钱买的，是，对吧？这个字节肯定也是花了大钱去买，而且字节反正本来自己就有流量，然后自己在这里头再砸。百度跟腾讯呢，应该虽然自己有流量，但是他没有花大钱去砸这个事儿，所以百度跟腾讯的这个其实也没啥流量。对。我跟你讲，现在这些流量都不高，就是因为中国并没有迎来它的 ChatGPT 时刻，至今没有迎来，反而是全球范围内 ChatGPT 已经站稳了，就基本上没什么人能挑战这样的一个生态位了。所以这一点也很有意思。我一直在想，中国市场是跟海外市场有这么大的不一样，就是这个是我没想到的啊。了解，是的，这个还是有挺大差异的。那么咱们再看看这个六小龙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了？我只能说，在我看来啦，就是每一家都有每一家不同的这个发展情况。其实很多人把六小龙放在一起，但在我看来，几乎每一家他真正关注的跟真正往前的这个方向，他们内部的策略，在我看来都很不一样。所以
我一般的，但这可能跟我个性也有关了。我一般也不会特别去唱衰他们啦，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他们哪些地方到底做得好，或者是能切出一条路，以及他们遇到哪些的问题跟困难。我刚脑中就先想到了，比如说以 Kimi 来讲的话哈，Kimi 确实是当时由于他的一个宣发策略跟投流策略，就接着你刚刚讲，他确实打了一波。我当时其实内心会觉得他有机会啊，他有机会成为那个中国的 GPT 时刻的那个 APP，对。但是后来证明了，就是有可能，我不太确定原因哈，就是有可能中国人对于信息的怎么讲，就是不管是百度搜索也好，或者是说 Kimi 的这样的问答也好，可能是交互模式，大家更喜欢的是有人推给我，像微信公众号有人推给我，我就看，对吧？其实这可能跟就是国人的这个信息获取模式有关。美国人更会用 Google， 比如说我来国内之后哈，因为我原来在台湾嘛，我来国内之后发觉这里的人很不会搜东西，真的，他宁可是去点东西来看，或者我关注某一个号某一个大 V， 他就告诉我是什么，我就去听，可是我不会去搜啊。那我觉得大模型是要有个互动的，尤其很多人就算在海外，我在台湾，很多朋友跟我讲说这个东西没啥，我说为什么？我看了一下他怎么问，我发觉你不会问问题，你不会搜东西，你当然觉得他没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拉回来，就我觉得可能国人对于问问题或者怎么样去交互这件事情比较没有 critical thinking 的练习哈。对，我觉得可能是这样，所以导致这个我觉得可以跟你去稍微的探讨一下，因为第一个呢，就是在国内现在其实豆包已经基本上算是遥遥领先了，豆包现在跑得非常非常靠前。对，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关于我们为什么喜欢看推送，不喜欢自己去搜的问题。因为我原来在这个猎豹移动，我们也做过这个搜索引擎，不是搜索引擎，做过这个叫新闻聚合，就是类似于头条这样的产品。对，然后那个我们发现的是这样的，就是你等待用户去搜索这个过程呢，其实是很被动的，就是用户不搜，其实你不知道他要什么。那么如果能够靠推送，然后再加上转化率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得到更高的这个展示机会和更高的这个叫做广告收入。所以呢，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冲上去搞这个事情。对，那么都是靠推嘛，就不是靠都是靠推啊。对啊，然后我们当时会算说，哎，我一天推一次，然后呢得到了多少展示，然后有多少卸载，因为你推了以后会有人卸载的。然后最后发现一天推到4次以上，用户的卸载比例会上升。那 OK， 我一天就推3次，已经到头了，再往上推，这个用户就卸载了。对。是的，是的，而且我们会去比说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怎么能够把别人都拦住，然后我第一个推，然后这一次展示就属于我的，等于我们花了很多心思在这上面。所以中国的用户估计是被这个等于太怎么说呢，就是太贫瘠的土地上面这些辛勤的农民给养刁了。你的解释我很喜欢，因为你这个解释不是从我们的思路，而是从产业的现状去养成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我很喜欢。但总之就是呢，我拉回来就是 Kimi 也好，豆包也好，它现在其实没有真正的成为一个 ChatGPT 时刻。豆包其实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哈，人家做产品，就自己就是以做产品为著称的公司，所以豆包的体验，包含里面的一些模块，我用起来觉得，哎，确实针对一般人、普通人来说，比 ChatGPT 简单好用。对，但是呢，能力上不一定。比如说我之前我就给我的女儿还有我的岳父，我就同时用了 ChatGPT 的语音对话跟这个豆包的语音对话，就他们就各觉得有好处。但是总之，我岳父也是个老党员哦，他就直接讲了一个话，他说 ChatGPT 还是比较强的，豆包这个太啰嗦了，讲的内容也太肤浅了。OK， 就豆包是比较啰嗦，对，说的非常准。对，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说，那为什么他啰嗦，或者为什么他肤浅？还是一句话，可能这样子做是留存率最高的。至于字节这些人不是白痴，他肯定是要做到就是符合这个市场。可能还是跟豆包本身的模型有关。豆包模型现在还在不断的提升之中。现在其实从整个模型的能力上来说，我觉得可能 DeepSeek 是第一档位了，然后呢是 Kimi。千问，然后呢是豆包，就是豆包其实要在整个的模型的能力上还是要差一些。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当前的能力是长这样，但是呢，谁拥有了流量入口，谁就最终是胜利的。就说的再难听一点，就算最终豆包不用他自己模型，对吧？他只要是掌握出用户，他不用自己模型也可以啊。是，这个在我们那个行业里边叫高频打低频，就是你的应用是一个人家每天都要用10次，每次用10分钟的应用，跟你那个应用是1个礼拜才能想起来用1次的应用，那就肯定是高频会绝对胜利的。是的，是的。了解了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你对 DeepSeek 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因为原来 DeepSeek 是没在6小龙里面的。它不在6小龙很简单啊，因为6小龙是有融资的初创公司嘛，它是没融资的。他没有融啊，他拿着自己的那个换方的钱就开干了。他就是有富爸爸，所以说白一点啊，当然我个人也有在 DeepSeek 的朋友哈，但是其实也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我都是很会看到人家好的地方会 appreciate。我觉得 DeepSeek 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很怎么讲，很坚定且很低调、很 I 的一个公司。如果把它当成是一个人的话，他是个 I 人。可是呢，他也很坚定的去认为说有哪些方法或哪些东西我要去做，我就去做了。因为呢，有点像做科研什么呢？就是我想清楚之后我就干，我不是一个 follower， 因为我不需要对我的投资金主爸爸或者对我的某一些相关的人交代。其实蛮多企业，尤其融了资之后，那资本方也都会挑战说，你现在为什么不随大流，或者是说不跟随拉玛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逻辑嘛？那他呢就提出了一些其实行内人、聪明人也都看得明白的一些方法，就一些新的技术方法，那他就会去把它做出来。做出来之后呢，比如说 MOE， 对吧 ？MOE 又不是个秘密，可是呢，他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好，那我就好好去做，做出来了我就 release 了，然后 release 之后发觉这个是他们的说法，就发觉说，这个推理成本可以降啊，那就降咯。降下来之后呢，我价格战就可以打咯，我就打了，反正我又不靠这个赚钱，我只要打赢成本就好了。所以其实他当时中国的 token 的第一波价格战就是 DeepSeek 引发的，对吧？就是对，就等于说他的逻辑就是我并没有想要去什么整天哪个创始人，甚至很多人对于他们那个老梁都不太认识，就是他们的那个创始人等等的，就是说他就是很低调的去做，然后需要的时候就去发声，发了声音嘛，反正你知道我也好，你不知道我也好，反正行内人是肯定我了，结束了。就他是一个这种对这种个性公司啊。了解了解。那你觉得现在中国的大模型产业跟在世界范围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只能说这是一个绝对不可以忽视的一股力量。然后因为我并不确定未来中美会脱钩到什么程度，这个没有人能料得定。但我只能说对，就是首先在我看来中国的大模型的能力，还有里面的人的水平，其实已经就略等于美国的顶尖人的水平了。我说约等于的意思是因为呢，美国顶尖学院跟公司里面就很多 Chinese 不论他是中国国籍的，还是他是那个 race 是 Chinese 的，这些人其实很多跟中国大陆之间有个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呢，如果有部分人不管是什么心态，觉得这里回国这个比较舒服，钱多，或者想报效祖国，对吧？他们只要回来了，我们这个能力其实是没有啥问题的。然后呢，中国缺的是什么？我觉得有几个点第一个还是卡卡这个事情是必须通过，就是现在要长期的国产算力的提升就包含但不限于华为在内，还有各种各样的公司对吧？比如说这个上海也有好几家芯片公司都在张江那边嘛，我之前也有朋友在那儿。其实想的事情就是如何用国产化芯片这样子来去做替代，短期之内可能很难，但是呢，这个就我不是芯片行业的，所以不太好说。但我只能说里面的卡点远比大模型的技术来得多就是大模型的技术只要你给足了 NVIDIA 的一些 H 卡 A 卡都做得出来但是呢，还有第二点，就算力是第二卡点。
第二个卡点是什么呢？其实是组织结构以及整个氛围。什么叫组织结构跟氛围？就是中国的不管是你说研究院啊，或者清华北大，像智源研究院、清华北大这些有在做大模型的学院派的啊，或者是说像公司派的，不管是大企业，你说字节也好，阿里也好，或者小企业对吧？那智谱这一系列的也好，在每一个机构里面的所谓的研发人员，是不是能够最自由的去把他要做的东西给做出来？我为什么说我 appreciate 这个 DeepSeek？DeepSeek 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自由的学院派，他在内部其实也没说谁是大咖，谁是怎么样，就把东西稳扎稳打的做出来。所以那个环境其实是促使技术发展很重要的点。而中国的大企业或者初创公司都有它的问题，让大家有时候是内耗了，而不是对。那美国不是说它就一面倒的好，而是说美国确实相对会好一些，包含卡的资源的取得，还有它的学术的研究自由度等等的啊。所以我看到是两个硬件。研究自由度是我原来没想到的一个点。确实是国内的话，还是说老大带头，下面跟着走的这个状态是比较严重的。对，他没法发挥每一个人的能动性，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而大模型特别靠的就是那些95后、00后的这些人，要年轻人要灵光一现，还要有机会去实现他的这个想法。其实 DeepSeek 确实是给很多年轻人实现想法的这个机会了。我忽然就想到罗福利跑到那个小米去，这也是。我估计后面挖 DeepSeek 的人是会，大家会蔚然成风的，都会冲上去，每个人都去捞一把，这个事儿没什么好说的。而像他们应该也给不出太多钱，这跟以前我记得是在2011年的时候，当时我们是一堆的互联网公司去围剿李开复，也是这样的。就是当时他是招了一帮学生兵，然后去做这个创新工厂嘛。从盛大开始，因为我当时在盛大创新院，然后我们就坐在这个创新工厂楼下，然后挨着个给楼上的人打电话，然后就每一个人约到楼下的那个咖啡厅里面去面试，然后面到了以后就3倍薪水拎走。然后做完了这个事情以后呢，我们做了一次特别强的 PR， 说李开复的人太好用了，然后就 BAT， 然后每个人都去，然后就整个把它洗了一遍。这个没办法，就是开复是不太可能花3倍薪水挖人的，就是说每个人的个性跟打法不一样啊。是，但是他开复自己怎么说呢？就是他招聘的能力，以及他就是整个的对人的这种再培训或者是这个的能力，其实在行业里面是有口皆碑的，所以挖他的人一般不亏。当然留下这种名声对于他来说可能也是个悲剧。如果有行业朋友看到我也是开复人，挖我也 OK 哈。OK，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你未来准备去搞啥？其实我这么说吧，我并不是一个看得非常就对我自己的那条路看得非常清楚的人，但是我可以回到一开始，就如果今天直播的观众前面没看到的话，我也可以讲一下，我是从整个往后10年、20年甚至更久的这个大势回推，我们要如何随波逐流，就是人其实是随波逐流的，人没有办法说自己去对吧？有现实扭曲立场去创造什么，不可能。所以我当年其实从台北到大陆来，就是2013年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政策？大家都知道，李克强总理的这个万众创业、大众创新，反正之类这样的一个政策嘛，所以撒了很多钱，给到很多年轻人、新的团队，他都有一些机会。所以当时找我的公司就说，我融到钱了，你要不要来？那我确实觉得我在台湾的一些机会，可能我看到大陆在 emerging， 就是它是一个发展中市场，而且感受很深。我最早这么说，这是讲故事我最早看到大陆的互联网公司其实是盛大。当时2005年的时候，盛大就出了说，他可以花1万块钱人民币去招人。我想05年1万块，你想嘛，这是个什么概念？我就觉得很多。虽然05年台湾就差不多是1万块，但是我原来觉得大陆是几十块、几百块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当时对大陆的理解那种程度，我想从几百块变1万块，这个国家太厉害了。然后我当时勾起兴趣，包含05年我去过北京，10年去过上海参加世博会，所以渐渐就也对中国大陆产生了一些好感。
啊，就是说觉得说这个地方可能有很多机会。然后呢，真的13年来，就是因为这个政策，再加上那家公司，以及我发觉我自己的专业是开源还有开发者关系嘛，我发现大陆没有什么人在做。当然当时可能还不认识老范啊，就是不知道原来已经有前辈了，对。但是当时确实做的人太少，少到互相不一定认识。我当时只认识大妈了，就你团队在这边的一个成员这样。所以拉回来，我是因为有个大事，我觉得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红利，还有台湾已经像日本一样，就是说已经在高原期就很久了。我当时就是10几年前那个时候，今天我回到今天，我要看的大事是什么？就如同我一开始讲的，所有的景气都有循环论，你不可能永远的无限增长。改革开放40年的红利到现在已经到头了。并不是说这个对吧？政府或者这个国家不好，这个不能乱讲，这个不能乱讲，我们还继续稳中向好。不好意思，我个人意见，不代表老范意见，就是我个人意见啊。对，那应该是说啦，我至少我不讲那么大，我就讲软件 IT 这个行业吧。我觉得软件 IT 这个行业，你今天跟国内所有的人，这个行业里的所有的人去聊，大家都感觉到非常的一年就是不如一年，不管是预算或者你客户的预算等等，因为我接触还是 B 圈的比较多嘛，就是这个是目前来看短期3到5年解决不了的问题，甚至长期会怎么样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只能说，当中国大陆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对于我这样的一个角色来讲，我国内也可以看，比如说台湾也可以看，外国也可以看，我就发觉现在开始有一个很大的 gap 在，就是美国通胀，那中国通缩，对吧？这样一拉一放，那个美金现在都7.4了，对吧？就是我最近也在看汇率，也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中国要保的是我的制造还是有够好的成本竞争力。可以出口，制造不一定是义乌的小商品啊，制造也可以是软件啊，也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对吧？所谓的服务贸易这些的出口嘛。所以我的想法是，如果之后海外它的消费力有机会，只要中美没有脱钩到像美苏冷战的那个情况的话，那两边的贸易还是能通，或者是说某种程度通过一些中转站的贸易，比如说中国的东西先交付给新加坡。新加坡呢，可能再通过某种方式交付给美国。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就是在整个大的世界格局之下，如果产生这样了，那我可能也是希望自己作为这个桥梁的一部分。所以我的下一步就是觉得说，我2月份就打算去了比利时，还有去这个英国伦敦去看一下一些不管是跟朋友见、参加会议，或者是跟当地产业。然后3月份要去泰国。然后之后还要找机会去像香港或者美国等等，就是我想要先把这些路给趟通，就是说我自己的 connection 要先出去那大家不就讲出海嘛，对，所以其实我刚刚在讲的就是，与其说出海，不如说桥梁。那再来 AI 还是我个人的一个已经投入很多年，从在华为云开始到李开复0115这边开始，我觉得 AI 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大趋势，只是以后我在这个方面要在哪一个点去站稳，不太确定。还有一个点就是 Web3那 Web3 其实现在又是怎么讲？就是又活过来了吗？活啦，至少你从比特币的市值上看是活过来了嘛？对，然后比特币跟 Web3 还是有一些小差距的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呢，我只能说。从我技术的角度来讲，比特币它只是区块链的一个最佳实现。Web3 其实是基于智能合约，基于什么能开发的这个东西或不同的公链去搞嘛，所以它确实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只能说之间是有它的价值链的相互影响性。那确实比特币的估值往上走的情况之下，它的价值链是会传递的。所以其实我现在也从技术上的角度来讲 ，Web3 还没有真的成熟，而且呢，从 Web2 的角度来讲，像以 AI， 比如说 AI 现在也讲 agent 或者是 multi agent，对吧？那现在在 Web3 也很多人在讲 agent 我把这两边的 agent 的 framework， 把它的这些东西打开来看，确实 AI 圈的 Web2 圈的领先很多，Web3 圈的可能还在一些比较初阶的阶段，但是呢。这两边之间是不是能够打通，是不是有相容呢？因为说白一点，现在 AI 圈或者是说 Web2 或者是说这个国内软件 IT 圈，可能钱确实比较少。Web3 如果有钱的话，这两边不能我作为一个桥梁也把它拉通嘛？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我也在思考，所以你可以理解，或许我的思考，别人就说你这不就皮条客吗？就有人问我，那我是说，其实我们其实就是做连接的嘛。对，我就说他这样一讲，我忽然发觉，我靠，我这辈子都在干皮条客，这样对，就是有什么不对的吗？就是对，了解。那就是你后面会在全世界跑一跑，看看哪里有机会可以去连接一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对，因为中国的话，甭管有没有卡，但至少在人才上，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希望呢，把中国的开发者的力量拿去呢，如果能够跟海外的需求去对接，然后甚至呢，大家如果说这个有一点空，搞个副业或啥的，对吧？就只要我们能找到一些机会，我觉得海外有很多事情，而且中国开发者远比印度开发者更靠谱。真的，海外现在最大的外包跟这一些所谓的软件生产都是由印度独占的。但其实我自己接触过，就是中国的远高于印度，然后成本也没有说就比印度高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搞的。是，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向。OK， 那你什么时候回台湾？后天。今天是几号？对，应该是后天。那你需要那个时候我去给你找一下那个台湾的朋友。对，你之前讲过那个台科大的这个。对，回头我去给你挂一下。OK， 这个也是非常棒。然后今天也是差不多有1个小时了。然后的话，我们今天就没有跟大家去互动就是虽然有很多人在我们这里去留了言，对吧？但是呢，因为我们2个聊得蛮开心的，然后就没有跟大家很认真的去互动。说这还有一个听了李开复一半访谈，然后来听我们的，这个好神奇的。然后这个是在美西他经常我晚上直播他赶不上，所以终于赶上一次也很开心，然后意外赶上直播。不过以李开复老师的人脉和财力都挺不住了，只能说这个赛道太卷。其实赛道卷不是什么大问题了，李开复呢，我觉得不是以他的财力和他的人脉卷顶不住了，而是他可能还是从性格上做了这样的一种选择，就是剩下的能够继续往前走的人未必比他钱多。是这样，是。还有来晚上好的晚上好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可能在美国。点个赞欢迎。然后对，这是我要求大家点赞。小红书这个被美国攻陷这个事儿，这个其实我录好视频了，然后准备礼拜5放，因为明天有可能我早上5点就会开始直播，因为明天是 Starship 要发那个激发。就是那个就是马斯克的那个星舰要做第7次发射，所以可能明天早上凌晨5点就会开始直播，所以明天我就不放了。其实已经录好了。对，就是这个 TikTok 要被关闭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你像我们每个人他说上次连线这什么鬼？上次连线的时候他还是处男的，这个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一起就很开心嘛。对，其实我也想跟你聊聊，我刚刚就在恍惚之间在思考呢。我去01就跟老范直播了3次，第一次是什么呢？就是01万物抄袭套壳这件事情出来，第一次上了老范的节目。然后第2次呢，是我在当中做的还不错的情况之下呢，再上了老范的节目，再拉了一个我团队的这个同事一起来交流，而且那次我就觉得进入状态了，是什么呢？觉得不会，已经没有上次那个抄袭套壳被骂的那种心情了，就觉得那次表现不错。然后今天则是我离开了，但是呢，我还是很舒坦的再去讲这个事情，我就觉得也是你看你刚那个是什么？还不是处男？我也是经历过3阶段，就是在01的刚开始的问题，然后在我的极盛时候，以及在我现在的又退下来的时候，我感觉心境也是有很大的变化的。是，就是我基本上算是把01整个的发展的历程也都经历了一下吧。对，还有人说这个 J1 Assistant 这个西红线这个事儿，其实前面聊过了。小红书难民这个等礼拜5去看吧。这个花了多少？这个我们就不研究了这个李博士有人格魅力这个我是要承认的，是有。李开复确实是有人格魅力的。他现在身体到底算是彻底治好了没有？我虽然没有直接问过他这个问题，但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健康人一样，
没有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然后他也跟我聊过，说他当时得到这个淋巴癌，然后去医的过程了，就有稍微闲聊的时候聊到。所以反正现在看起来很健康，我也觉得，哎，现在生物医学还是挺厉害的。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癌症这种东西有一个东西叫做平台期，就是等于是你前面比如化疗也好，放疗也好，或者做了手术也好，然后呢中间会有一段时间是稳定的，然后等再次复发的时候呢，基本上就这个没什么办法了。所以我估计是不是现在属于一个平台期，但我没有听说过谁就彻底摆脱这件事情的。这我确实也不了解，但他看起来挺好的，而且他生活很规律，他基本上早上可能4、5点就起来，然后因为有时候我会看到，对的，他很早就起来，然后因为他有时候发邮件然后干嘛，就是凌晨嘛，就很早，可能4、5点起来，5点多就开始工作，然后那晚上早睡吗？对，很早睡，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早起跟早睡，生活很规律，所以他经常下午就离开公司了，或者没会他就走了这个挺好的。其实我见过很多的老板都是晚上不睡，早晨不起，一般是到下午才来公司，然后呢到晚上，然后经常是回邮件回到4、5点钟。对，所以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Pin Gap 是干嘛的？我跟刘琦、跟东旭、崔秋，我们都很熟。对，就是你讲，感谢你这个 Pin Gap 也是早期，我那时候刚去华为没多久 ，Pin Gap 就成立了。当时就问我要不要加入，可是我才去华为没多久嘛，我觉得还是留在华为，就错过了那一波。所以感谢这个亚姐的一个建议啊。对，感觉跟黄东旭有点类似。东西比我厉害多了，这个我就是小弟。好，那么我觉得差不太多了，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补充的，其实怎么讲，我还想聊一个点就是刚刚你其实问我说干啥，我就讲了一个大事。我讲大事是因为我觉得希望跟咱们的观众也有一些交互啦，因为他们可能不太了解，就是什么叫开源或开发者关系嘛，这不一定了解。但你问我说我真正想干的事，且我已经干起来的，就作为 as a friend 我也跟你说吧，就是我之前不是有在做顾问嘛，所以我最近其实也开始接触一些有这方面需求的厂商。然后呢，也可以去做一些顾问案或者什么东西，帮助他们把他的开源跟开发者生态做得更好。所以其实这也是我已经立马在做的事情。然后像比如说我刚刚讲的 Web3 跟 AI 这一块，其实我就是也有在对接一些公链。其实我就在想说，如果这些公链能够给到我这边，我做一个帮他找到靠谱的开发者来上面开发，对吧？也可以给予这些开发者一些公链上的支持，因为那些公链现在有的估值都很高，比如说 Virtuals 或者 AI16Z 这些东西。对，所以我也是在做这些事情。然后此外呢，就是下一步的工作机会，确实有人找我在谈，但其实我也在思考，我到底是要去到大公司呢，还是再去一个发展中的公司？然后以及是怎么样的角色？这个角色是在国内呢，还是在海外呢？要怎么样跟我刚刚讲的能串在一起呢？这确实是我在思考。就像你现在在 YouTube 上直播，或者专做 YouTube 的，你也是出海的，因为你的流量。的钱其实是海外的收入，对吧？所以我们都知道出海这个绝对是没有办法，因为 B 站国内根本没钱赚嘛，对，所以我只能说大家也是要现实一点，看哪里有钱赚去哪里，对吧？这个大概是我最后跟你也是recap 一下。OK， 非常棒，非常棒。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有200多个朋友陪着我们一起聊天，挺好的。感谢感谢大家的陪伴，然后呢，我们也对于李开复现在的状态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对，比较中立吧，我觉得还算比较中立，咱们也没骂他什么，也没怎么说他什么，对吧？也对他表示了尊重，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拜拜。好。